啊！我就说这魏太太真得生事儿，没想到从您这儿下手了，这臭不要脸的！我不是耳根子软、听风就是雨的人。魏太太前2天给我打电话说，安迪是小三儿，骗男人钱财。我一听，我震惊了，我不敢相信啊！对呀，他人我是见过的，看上去挺清纯的，不像是那种不知廉耻的人。我马上派人调查，说魏太太前阵子跑到他公司里去打小三儿，在那之前，魏国强也5次3番的去公司里，还很狼狈的从他办公室里出来。妈，您一定要相信您最初的印象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！这事儿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。等回头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我再跟您解释，好吧？我不听解释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：安迪和那个魏国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是我，魏国强为什么把那么一大笔的遗产转到他手里？不是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不是说，除了安迪是他的情人，还有别的解释吗？不是什么情人呐？这个安迪太有心机了，跟我见面装清纯，跟我握个手吧，还装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转手就在魏国强那儿捞了一大把。像这样的女人，要是迈进了咱包家的门，还不把咱们的家产全挖空啊？不是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他不是装清纯，他就是清纯。那遗产那是何老爷子留给安迪的，跟魏国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在乎咱们家钱呢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安迪他有的是钱，他不在乎咱们家仨瓜俩枣的。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我怎么不是你儿子了？你还是我儿子吗？我去年安迪回国的吧？那个何老先生知道他是谁呀？哼，前几年有几个小妖精勾引你爸爸。他们为了钱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怎么又说这事？对这些捞女，大钱小钱都是钱。别拿那些女孩跟安迪比，她不一样，她不是捞女。行，就算我看走眼了，她谭宗明不会看走眼吗？安迪是谭宗明从美国华尔街高薪聘请回来的 CFO。有几个女孩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坐上高位的？她有吧？那个安迪看上去能力超群，是个金领。背后你了解他吗？他跟那个谭总是什么关系？有没有猫腻？为什么谭总那么器重他？他可比别的小姑娘玩得深。不是妈，您越说越离谱了啊！安迪不是您说的那种女孩。咱俩这样，咱绕回来说魏太太。魏太太是一心想得到遗产，结果泡汤了。她现在丧心病狂，失去理智。她只要能重伤安迪，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她的话不可信。我不信她，信安迪。当然了，像安迪这种女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？过分了啊！好，那你听我的话，跟她断绝往来。宝宝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5迷3道的上那个狐狸精的当吗？什么狐狸精啊？什么狐狸精啊？怎么？什么怎么？你为了他要跟我吵架呀？我跟你吵什么？我跟你吵，你不正跟我吵架呢吗？不是妈，我请你别一口一个狐狸精，一口一个狐狸精的，行吗？您侮辱安迪的同时，等于侮辱您儿子。安迪对于我来讲特别重要，我爱她，我了解她，她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。再有一点，您搞清楚了，是我一直对她死缠烂打，不是她追我。我请您尊重她，也尊重我，别做那些没有根据的猜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尊重你。哎呀，你说说咱们这个儿子呀，包包这么好的条件，帅小伙，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啊？偏偏被安迪给迷上了，信他要死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。你说说这个安迪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子，她能把魏国强搞定，把遗产都落到自己的头上，这小姑娘可不一般呢。万一跟包包结了婚，到了咱们家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把咱们的家产全移到他的名下，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？啊，咱们儿子又不是情窦初开的小男生啊，这女朋友结了好些个，感情经验也丰富的很，哪那么容易就被迷惑了？再说这个魏太太，她跟魏国强谈离婚呢，情绪失控那正常的，她的话未必可信啊。好，遗产的事儿是真的吧？
他要是跟魏国强没有关系，怎么会那么大一笔遗产落到他头上呢？这事儿说不通吧？老儿子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这件事情有内情，是有内情的。安迪已经跟他解释过了，只是不方便跟你说。咱儿子我不知道，什么样女人他没见过啊？什么样女人他不清楚啊？他比我还清楚呢，你放心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不干？这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，先按兵不动。儿子大了，有他自己的主心骨。这安迪会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他迟早他会看得明白。你这成天跟他说这个说那个，万一有一天把他给说烦了，哎，他冲动起来做一个决定，那会把你给吓死的。你受得了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先听你的，看看事情的发展。可是咱儿子太年轻了，我得找个机会去摸摸这个安迪的底。尽管央行早已通过了外汇交易中心推出的 CFETS， 但我个人认为啊，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，女士？您好，请问盛轩集团在哪个包间？请跟我来，谢谢。这边。哎，请等一下，先别打扰他们，我还有一位朋友没到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好的，那请您这边坐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啊。但是我认为现在更多的还是应该发展外汇市场。人民币的汇率虽然会呈现更多的双向波动，但是不会大幅度的贬值。而且在进一步消除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的一个汇差之后 ，SDR 的机制的运作也会越来越完善。加上英国退欧后的影响，我认为人民币跃升为世界第2大货币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赞同何总的看法。就目前的局面，人民币未来会更加的坚挺。来啊！哎，何总，我们盛轩公司今年业绩应该会更加的好，这都是在您的支持之下才能完成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太想你了！一到宾馆啊，我把行李放在那儿，就直接来接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包太太，我那边还没有开完会，要不您去那边吃点东西，账我来结。楠楠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没见到你之前，我是真心的牵挂着你呀。不如这样，我跟你一起进去，就作为家属练习好了。我在旁边坐着，不说话的了。哎 ，no， 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服务员，请带这位女士去吃点东西，账我来结。好的，你去吃点东西或喝点东西。不必了，你也不必客气了，也不必破费了，我就在门口等你。你既然这么忙，你就忙去好了。OK， 那我进去了。哎。妈，儿子，我现在在上海来看安迪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要是知道了，我还能来得了吗？我是到上海专程来看他，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。哎呀，由此可见，你在他的眼里有多么的不重要。妈，您真是太会聊天了，没有我在，也没有合适的理由。你去干嘛去？您下次想见安迪，您能不能好歹跟我说一声？就这么贸然的过去，搁谁心里头也不舒服啊！哎呀，你还向着他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亲眼目睹聚会时有个男人跟他献殷勤，又倒饮料又耳语的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才闯进去打断了。哎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。哎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安迪见了我，冷冰冰的，脸拉得老长，跟我欠了他多少钱似的。我说我算是长辈吧，陪他一起进去坐坐。他说不方便，让我在包厢外面等他。儿子，你说说，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？这个安迪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啊？连最基本的尊重长辈他都不懂。杨老太太，哎，人家是公务聚会，正式场合，您冒冒失失的闯过去，安迪肯定没有准备，肯定措手不及。您这么做不合适。妈，
我到现在还加着班呢，您能不能心疼心疼您儿子，让我把手里的活赶紧干完了，回家睡个好觉？咱有什么事能不能回家好好说？哎呦！主任，您要是忙完了，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？想你。哎呦，主任，您忙完了 ？Hello， 刚才你妈妈来找过我，但是我在忙，我请她在门口等我一下。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，所以麻烦你帮我跟她说声道歉。道什么歉呀？凭什么道歉啊？我也跟她说了啊，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去。你这不是打扰安迪工作吗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妈她可能是见你心切，你知道。可是好像我知道的。和你所说的不一样，他对我并不善意，而且在到处打听我的隐私。想做个人的资讯调查不是这么做的。你们是我们的客户。现在有人会担心，也有人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客户的事情。我不怕拆台，但是我非常反感，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直接说，要这样偷偷摸摸的。不是他没什么意思，你相信我，他没有恶意。再加上魏太太恶意挑唆，她可能对一些现象过度的解读，有点风声鹤唳。她没别的意思。可是魏太太的事情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是纯技术型，我没有必要跟魏国强有任何的勾搭，就算是有勾搭，也是属于老谭的分工。再过度解读，就是恶意解读，就是侮辱我的人格。我相信他也过度解读了今天的聚会，所以当他一冲进来的时候。他一脸的警惕，真的让人非常尴尬。不是他是这样啊，我妈看我追你追得太紧了，她有别的男人跟你献殷勤，她替我吃醋。你说你小老太太，你替我吃什么醋？你吃醋啊？哎，安迪，不是你手机坏呀？生气了？我替我妈给你道歉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要在你跟前，我立马给你跪下磕一个。别生气啊！我不是生气，我是觉得就这样正常的一个聚会，被解读成这样，我也是没什么不好说的。不是，你想多了。我没有想多，这是相当清晰的逻辑关系。魏太太造谣，她信并采取行动；你解释她不信，并未停止行动。我相信她把今天的聚会会解读成一个我和男人之间的聚会。我的同行跟我说几句话，他会解读成对方对我献殷勤，对吗？其实，在没有跟你通这个电话之前，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的猥琐。不是，这跟猥琐没有关系。是，这事儿他放谁身上他都得生气，但你换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，他是母亲的独特的思维逻辑，也就是说，老虎它护犊子吧，要是有东西靠近老虎，它肯定上去就一口，对不对？你就把我妈当成那老虎，我就是那犊子，不是我就是那虎崽子。它呈现的是极端的动物性。它可以保护你，但是它没有必要把我想成是一个狐狸精。不是，有这可能。但凡经历点风雨的女人，可能都会这么想吧。可这事儿它不怪我呀，你要找你找我爸去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吧，我谅解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亲爱的，我太感激你了。你在这个时候你能体谅我的苦衷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现在天还不晚，你跟我妈去喝个茶，我给她打电话约个好地方，让我跟你近一点。Oh no！ 不是你不谅解我了吗？我谅解不代表我接受她的态度，正是因为她是你妈妈，所以我再见到她我会以礼相待，但我并不会主动示好。别说她不是我的 mother-in-law， 就算她是，我也只会遵守这个 in-law。不是，为了我的，这本来就是在为了你，要不然连谅解都没有。
OK， 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还有工作。包一凡没想到，安迪的反弹如此激烈，如此不留情面。他觉得自己像蜂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。但这两个人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以后更得是一家人。他不能让两人继续斗气下去。说到底，矛盾完全是妈妈惹出来的。他道歉了吗？舅妈，您真好意思说，人凭什么道歉呀？我早跟您说了，别打听，您偏打听，你打听就打听了吧，尾巴露出来了，败露了，你弄得沸沸扬扬的。人家安迪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自己家人出面诋毁人家，你让人怎么想？凭什么道歉？这事儿我告诉你，打一开始就是你不对。我不对，你偏信安迪一面之词才是对的。你有没有点判断能力？什么叫无风不起浪啊？人家为什么别人不找，偏找准安迪？这事儿这能没有问题吗？啊，这么大一笔巨额遗产，谁见谁不眼红啊？那个魏国强他是大善人呐，啊，他一点思念都不起，把这么一大笔巨额遗产交给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，不惜与老婆闹离婚。妈，您想明白点儿，人家安迪就算是小三儿，傻呀，把所有遗产都给他。这里边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人家魏太太说的清清楚楚，遗嘱是在魏先生授意下写的。那个快去世的老人家怎么会把遗嘱写得这么精细呀？这能没有问题吗？背后的原因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哎呀，你呀，简直是被这个狐狸精迷了眼。这么明显的问题你还看不出来？无原因。我告诉你妈，这事儿。这里边所有的情况，我都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这里边牵扯的人太多了，我不能跟您说，他魏太太都不知道。你信吗？魏家人家是夫妻，魏先生不跟魏太太说，你跟安迪不是夫妻，人家安迪告诉你，你简直是鬼迷心窍了。妈，我不想跟您说这事儿了，掰扯不清楚。这样，您听好，我和安迪是一回事儿，我和您和这家是一回事儿，两码事不能交叉。我现在就跟个夹心饼干似的，我两边受挤兑。宝宝，好儿子，你别说气话呀。我不是为难你，我是看人家骗你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吧？不是谁骗我呀？他骗我干嘛呀？不是妈，我是您儿子。您不听我的，您非得听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魏太太。您看不出来吗？他现在已经丧心病狂，他非要把这水给搅浑了。妈，这儿早晚会水落石出，尘埃落定之前，您别再去见安迪了，就算帮我一忙，好不好？怎么，他不愿意当面跟我解释？我是长辈吧，是你妈吧？懂事的女孩子都应该知道怎么做的，不会为难你呀。哟妈，哎，您还真自以为是啊！您要知道。是我追的安迪，我日思夜想，我苦苦追求的安迪，我把他追到手了，您想怎么的？您不就惦记您那点家产吗？行，我不要了，这公司我不管了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妈，安迪是一个干干净净、简简单单的女孩，我跟她在一起纯粹为的是感情。她跟你讲感情，就应该尊重我，对吧？哎呦妈，你让人家尊重你，你尊重人家了吗？啊，一口一个狐狸精的。再说了，人家自己妈都找不着在哪儿呢，你现在跑出当妈来了。我再跟你说嘛，安迪从小在国外长大，他的思维逻辑都是西式的，人家愿意搭理你，跟你说句话，不愿意搭理，一句话都不跟你说，怎么的？还有，安迪，我以后一定会娶回家门的，你自己想想，以后她成了你儿媳妇，你怎么相处吧？你支持她扔掉你老妈？我扔掉谁啊？您是物件啊！我都跟您说了，大不了您儿子辛苦点，两边跑，谁都不冷落。可您二位呢？
谁都不依不饶的，我那怎么的？完了完了，我儿子彻底让狐狸精给祸害了。要是这样下去，那还了得！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要是我这样离开了，那个狐狸精不就大获全胜了吗？